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东西？路边的一个大爷挑着一个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一个喷着热气的箱子，箱子的上头有一个木头的盒子，把盒子取下来，在木棍上一顶，就顶出了一个蓬松软糯的米糕。但是你们知道这玩意儿其实在全国各地都不一样吗？大家好，我是大碗拿铁，今天我要复刻的就这个小时候经常吃，但现在已经基本吃不到的蒸米糕，或者顶顶糕、手里糕、冲冲糕、钵仔糕、雪蒸糕、劲儿糕、状元糕。这东西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个把模具往棍子上一顶，丢的一下顶出来的动作，没有这个真的就没有灵魂。所以我专门花重金从大师傅那里买了好几套模具，光寄到纽约的运费就花了100刀。大师傅还说模具绝对不能直接用，要先拿猪油、盐和开水煮4个小时，然后关火继续泡48个小时。为了让模具充分的吸收油脂，我还专门压2个盘子，防止它们浮起来。完美。同志们，现在是凌晨2点半，满屋子都是猪油味儿，完全睡不着啊。第二个装备就是这个喷气的大锅，我想了好久，貌似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做到。我现在在纽约一个叫法拉盛的华人社区，如果这个东西这儿都买不到的话，那真的哪儿都买不到。找到了，就是这个传统的高压锅，只要不装阀门，它就是一个超强的喷气锅，只要火力足够大，1分钟就能把米糕蒸熟。非常好，这把稳了。同志们，我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木头模具吧，吸水以后是会膨胀的。靠，这卡得我拔都拔不下来。这已经完全变形了，只能砸碎一个才能拿出来。这还没开始就废了一个模具，求你们给2个硬币安慰一下吧。在我吃过的所有蒸糕里，湖北的版本应该是最朴实的。有没有跟我一样是湖北老乡的？在公屏里吱一声啊！它的原料只有3种：大米、糯米和红糖，做起来也很简单。就把大米和糯米按照4:1混起来，用破壁机打碎，再拿纱布过滤掉水分。大师傅还说，想要口感松软的话，就还得买一个专业的筛网，然后像这样用力的搓下去。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吧，也可以找一个普通的筛网，每过半分钟就把底部的粉刮一次，只要动作麻利一点，1斤米的话，我大概也就用了2个多小时吧。卖蒸糕的爹爹们一般都会先在模具底部垫上镂空的铁片，然后拿这种大铲子蒯一堆米粉，铺1层粉就垫1层红糖，总共2层。等蒸汽锅烧开以后，大火蒸1分钟。如果客人多的话，还会和我一样边做边把模具叠起来，等底下那层蒸好了，就拿到上面这么一顶。怎么样，有那味儿了吧？小的时候它只要3毛钱一个，但上次回家找了半天，它都已经涨到1块钱了。但是这个自己做的，吃起来也特别的松软香甜，和小时候一模一样。蒸糕这东西吧，一旦出了湖北，马上就变样了。比如在一座离武汉1000公里以外的北方城市，就有这种形状和味道都完全不一样的蒸糕——天津手里糕。天津的大师傅一般都会推一辆自行车，然后在蒸锅的出气口套上这样一个东西，当地人管它叫饼儿，一旦插上去，整条街都能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也叫它味味糕。米粉的配方和湖北蒸糕基本一样，觉得泡水麻烦的同学，还可以把大米扔进破壁机打2分钟，再加一点点凉水混了混了，2次过筛以后也是可以用的。接下来的做法就和湖北蒸糕完全不一样。首先，它的形状是扁平的，所以模具也是扁平的。用米粉填满以后，90秒就能出锅。然后是它调味的部分，那真叫一个复杂。有经验的大师傅一般都会提前做好一罐罐的红果馅啊、豆馅啊，还有橘子酱啊、草莓酱、巧克力酱啊等等等等。我记得上次吃的时候好像还卖8块钱6个吧，但是每块蒸糕都可以拥有不同的味道。反正我觉得吧，巧克力味就是最好吃的。
你们应该没意见吧？如果再把坐标往西挪一挪，就会碰到另一种虽然外形差不多，但用料和吃法却完全不一样的蒸糕——陕西劲儿糕。如果说熟梨糕的口感是松软，那么劲儿糕就完全相反，因为它用的不是大米，而是这种长糯米，而且它还有一种其他的蒸糕都没有的东西——料粉。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从桶里挤出来的，在粉里滚上好几圈以后才能吃的糯米团子？我觉得劲儿糕的料粉就和这个差不多，主要就是黄豆粉、糖和炒熟的花生，放到搅拌机里和了。哇，这个这麻不都好吃。蒸的时候还要准备好几种颜色不同的彩糖，配合红糖一起铺在米粉表面，大火蒸1分半钟。吃的时候也要有仪式感，得用竹签或者牙签穿起来，然后蘸上料粉，一边走一边吃。有一点点像竹筒粽子，但是又比粽子有层次感。那有没有陕西的同学告诉我它正不正宗啊？所以你们觉得这些就能算全国不统一了吗？跟你们说，还有更离谱的南京蒸儿糕。我在南京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觉得这玩意儿长得跟湖北的蒸糕一模一样，用料也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南京蒸糕用的糖是这种把黑芝麻炒熟再和白糖混合起来搅碎的芝麻糖。但是你们知道这玩意儿实际上是怎么吃的吗？来，你们感受一下啊。哎，老板，来一个蒸儿糕，要不要油条？要不要咸蛋黄？要是吧？好。还有辣油啊！虽然这种吃法真的是闻所未闻，但是一口下去吧，松软的米糕配上酥脆的油条，微咸中还夹杂了咸蛋黄的香，看似完全不搭的食材，却在口中形成了一种意外的和谐。你们还知道什么出了家乡以后就完全不一样的美食吗？在评论里告诉我吧。虽然全国都不统一，但它们不仅仅代表了乡土人情，也代表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就像这份简简单单的蒸糕，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吃法，但如果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统一的名字，我想那他们应该就叫做童年吧。明明它就叫蒸糕，武汉就叫蒸糕，凭什么叫别的啊？它就叫蒸糕。顶顶糕、手里糕、冲冲糕、多带糕、血蒸糕、劲儿糕、状元糕。